竹林精舍，晨光微露。此时的王舍城正值宗教盛行、学说百家争鸣的年代。从城中到乡间，道路两旁山林树下，处处可见苦行者、沙门婆罗门，甚至声称能通神通者在讲法说道。各种学派教义彼此争论，有的强调祭祀供养，有的主张禁欲苦行，也有的说轮回业报是迷信，甚至有人鼓吹一切无因无果、无善无恶。百姓听多了，便越听越困惑。人们不是心生疑惑，就是转而盲从，不是陷入对立，就是放弃追寻真理。这一日，佛陀于竹林精舍静坐，恬然寂静。忽有10数位来自迦兰陀村的村民前来请法，为首者是一位年长的智者，行至佛前，恭敬顶礼，然后双手合十说道：“世尊，我们来自迦兰陀村，村里近来常有各派沙门与婆罗门来到，声称自己才是唯一正道，其他皆为邪说。他们教我们要这样供养那样修行，有的说要苦行断食才能得解脱，有的说只有高种性才有资格修道。我们听多了，心中反而愈加困扰。我们不知该信谁，也不知谁的法才是真正对的。”青年们也纷纷点头附和，脸上满是诚恳与迷惘。佛陀静静地看着他们，眼中无有批判，只有慈悲。他微微一笑，语气柔和地开口说道：“迦兰陀人啊，你们的困惑实非你们之过。在这世间，却有许多说法理论宗教和信仰互相竞争，人人都说自己是对的。若凡事皆盲信，便如入黑夜行路，不知何谓坑谷，何谓坦途。”佛陀轻声细语，但字字清晰：“我不叫人盲从，亦不叫人拒绝一切。我教导的是，当以智慧为光，经验为照，亲自观察与思考，方能知何者为真，何者为妄。”村民听后神情一震，那位年长智者问道：“世尊，难道我们不该信经典，不该依赖长辈或师长的教导吗？”佛陀点点头，语气依然温和，但话语却如甘露灌顶：“是故，迦兰陀人啊，我说，不要因为这是传统，就认为它正确；不要因为这是师父讲的，就以为是真理；不要因为经文记载，就以为不可怀疑；不要因为多数人都这么相信，就以为你也该这样信。你们应当这样观察，凡是导向贪嗔痴的教导，虽说的再动听，也不应奉行；凡是导向慈悲正念智慧的教导，即使来自非佛门，也值得实践。”这段话便是佛陀在迦兰陀经中最核心的开示。佛陀接着说：“正法不怕检验，真理不惧观察。你们应当像金匠试金一般，烧之、磨之、敲之，亲自验证，方知其纯净与否。修行亦然，应以自身实践与关照为根，不应被话语与权威所迷惑。”群众静默，细细咀嚼佛陀的开示。那年轻的村民忽然说道：“世尊，若我们依自己的观察与体验而修行，那么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信仰吗？”佛陀慈然回答：“信仰不在于口头承认，而在于是否依正见、正思维而行。若你心中生出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身心安定，慈悲喜舍增长，那就是你真正找到值得信受奉行的法门了。”说完，佛陀闭目片刻，微风拂过竹叶，竹林中响起沙沙声，如自然的和鸣。而那群来自迦兰陀村的人，在这短短片刻中，仿佛心中也被风吹开，原本的迷雾正在一点一点散去。佛陀望住眼前诚恳的村民，语调和缓却充满力量地说道：“世人多疑，是因为听闻太多而分辨太少。你们来问我该信谁，我不会要你们只信我，我要教你们学会辨别，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，用自己的智慧去照见真理。”佛陀这句话一出，众人面面相觑。他们原以为来请法，就是请佛陀指出哪个师父讲的对，哪派说法才最正宗。没想到佛陀竟说：“不要急着信任何人，连我也不例外。”佛陀见众人神情困惑，便举了一个浅显的例子说道：“诸位，若你们口渴，前方有3条河流，都说自己水清可饮，你们会怎么办？”有年轻人答：“我们当然得去看看哪条河水干净清澈，再试着喝一口。”
佛陀微笑颔首，正是如此。你们不会因为某人说这条最好就盲目相信，你们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水去尝。信仰也应如此，不要因为传说习俗权威、论述经典推理师傅族人名人占多数就盲信。你们要观察，要体验，要验证，才能明白什么是值得信受的法。这时佛陀缓缓地说出了他一段极为重要的教诲，也正是迦兰陀经 Kalama Sutta 的核心精神。迦兰陀人啊，不要只因为听闻传说而信，不要只因为古老传统而信，不要只因为经典记载而信，不要只因为符合逻辑或推理而信，不要只因为师父说了就信，不要只因为这样想很舒服就信，而应该这样做。凡事你们要观察它是否导向贪嗔痴，是否导向贪婪愤怒愚痴的增长，若是则应远离，若能导向慈悲智慧正念，令你内心平静生活端正，则此法便值得实践与信受。这段开示众人听得一字不漏，甚至有青年不自觉地落下眼泪。他想起自己曾一度盲从某外道，日日焚香祭祀，捐钱供养，只因对方说他前世犯过错，要靠供养才能赎罪。他心中恐惧，不敢怀疑，却始终没有感到内心清净与自在。而今佛陀这番话如醍醐灌顶，他猛然发现，信仰不该建立在恐惧上，更不该建立在别人的指令上，而应建立在智慧与慈悲之中。佛陀接着又问：诸位，若你们听到某说法，使你们心中升起欲望、贪求、嫉妒、分裂，甚至鄙视他人、傲慢自高，请问这样的说法值得信吗？众人齐声答：不值得信。佛陀微笑：那若某说法让你们心生喜舍、平等、慈悲、谦卑，远离恶行，安住当下，是否值得实践？众人再答：值得实践。佛陀说：这便是正法与邪见的差别。正法令你增长善心，导向安稳；邪见则令人陷入迷惘与痛苦。真正的佛法不是口号，不是仪式，而是内心的转化与解脱。此时有一位村中长者迟疑地问：可是世尊，有时候我们确实感受到某些仪式带来安心的感觉，例如祭祀祖先、拜神礼佛，这些也要怀疑吗？佛陀点头说道：不是要你们怀疑一切，而是要你们了解背后的意义，不被外在形式所执着。若你礼佛是出于敬仰佛的智慧与慈悲，那你是在修善法；若你拜神是出于感恩天地与父母，那也是善业。但若只是迷信求保佑、求发财、求报应，那就与解脱无关。接着佛陀讲了一个简短的譬喻：若一人看见远方有火光，便急忙逃跑，以为火灾将至，结果只是一盏灯，另一人现火光，走近一看才知是灯光，便安心返回。两者差别在于是否愿意走近观察了解，这便是智慧与迷信的差别。佛陀不厌其烦地说明，佛法讲以智为导，你们要做的不是问我信谁，而是问哪个法能让我远离痛苦，增长智慧，哪个教导让我心变得柔软开放不执着。若这教法让你恐惧，让你排斥别人，让你变得封闭而刚硬，即便出自经典，也要深思。佛陀再一次提醒众人，正如金匠试金，要用火烧，用铁锤打，用石磨石，你们对待教法也要这样，用观察，用实践，用体验去验证。佛法贵在实修，而非口说。有一位村中的少年问：世尊，我们年轻，不懂经论，要怎么修，怎么验证呢？佛陀回以慈悲的语气：从今天起，你试着每天关照自己的心，当你起了贪心嗔心时，心是否安稳？当你起了慈悲关怀时，是否比较快乐？你若能这样观察，便已是在修行了。修行不在深山，也不在繁文缛节，就在你的起心动念。少年听完，喜极而泣。他从未想过，修行竟是如此平易近人，不必离家，不必变成苦行者，只要在日常中关心持戒行善说真话，就是走在正道上。佛陀语重心长地说：真正的佛弟子是不迷不恼、不执不依。若你愿意如实观察身心，如实修行善法，即便你未正式皈依，佛也是你为弟子。若你口称三宝，心却迷信固执，妄求名利，那便与佛道背道而驰了。
话毕，竹林中风声拂过，像是为佛陀这段开示轻轻奏出和音。那天的讲道在阳光与宁静中结束，村民们跪拜佛祖，满怀感恩而去。他们带回的不是一本经，不是一个咒语，而是一盏明灯，用智慧与经验去验证真理的火光。他们知道，从今以后，走在寻法的路上，不再是寻找该信谁，而是学会如何观察，如何分辨，如何实践。那正是佛陀最希望他们带走的法宝。那天从竹林精舍归来的路上，迦兰陀村的众人沉默不语，但脸上却不再迷惘。佛陀的话如春风化雨，让他们心中那股长久的困惑慢慢释开。他们不再执着于谁的法才正确，也不再焦虑自己是否跟错人，而是开始学会将眼光收回自己身上，关照自己的行为语言与起心动念。回到村子之后，变化悄然发生。长者婆沙是一位有德望的村民，平日热心公益，但对信仰却极为虔诚，几乎达到迷信的程度。他过去常常焚香祭神，每逢初一十五必定大量贡品，希望庇佑子孙平安，财运亨通。他曾说，只要供得多，神明就会保佑多。但自从听闻佛陀的开示，他开始反思，我供养这么多年，真的让我内心平静了吗？我是在敬神，还是在贪求？于是他开始减少形式的贡品，改为每天早上礼佛一心，发愿我今日行善与助人心，断我贪嗔痴，供养十方诸佛。他也鼓励村民将节省下来的贡品改为照顾村中孤老，帮助穷人。佛陀说过，供养诸佛不如护持一善人，施施于道胜于千金之礼。婆沙发现，当他真正做善事发慈悲心时，比他烧再多香拜再多神更有力量，因为内心真实的宁静欢喜了。青年阿耶曾经信奉一位苦行外道，奉行极端的禁欲主义，认为凡欲皆畏罪，甚至连帮母亲准备饭菜都觉得是染着世俗。他的父母因此非常伤心，觉得儿子离人情太远了。回来后，他将佛陀的话铭记在心，反倒向贪嗔痴者应气，反倒向慈悲智慧者应行。他开始思考自己过去的修行方式是否真正导向慈悲与智慧，是否让自己变得更有耐心，更能孝顺父母。他痛定思痛，从那天起开始主动照顾母亲，帮忙耕作。初时虽不自然，但慢慢的，他发现自己与家人的关系越来越亲近，内心也不再那么冷硬。有一天，他向村人说，我以前以为修行就是远离一切，其实真正的修行是在生活中培养慈悲与正念。佛陀说的没错，真理不会让你更傲慢，而是让你更谦卑，更有人味。村中的妇人阿摩在佛陀讲法前，深信神灵附体其梦解签，常以梦境决定家中大小事。他过度依赖外力，时常焦虑担忧未来。听完佛陀的话后，他思索再三，开始减少求签占梦的习惯，学习每天早上静坐几分钟，观呼吸持慈心观，愿我今日平安喜乐，愿我孩子健康成长，愿我敌人也能远离苦恼。他发现，当他练习慈心观，心里的焦虑竟渐渐减少，睡眠也变得安稳。以前他常为梦境而恐慌，现在他学会了关照自己的情绪，不再被梦吓倒，而是以清明的心去面对生活。他感悟地说，以前我把希望寄托在外在的神灵，现在我知道，佛法是在提醒我们回到内心，把自己修好，就是最好的护佑。在几个月内，迦兰陀村发生了许多转变，村民们开始设立简单的晨坐共修，每天早晨一起静坐10分钟，诵一句佛陀开示。村中少了许多迷信仪式，多了敬老助贫的行动。青年之间不再争论哪家法门正统，而是讨论怎样的法能让我们变得更慈悲有智慧。孩童们也受到影响，学会问，我这样做会让人快乐还是痛苦？正如佛陀所说，一念正见生，百善随之而来，一村行法善，其福荫后人。从前的迦兰陀村是四处请神问福的地方，如今成了人人以关心修行为本的清净村落。其他村落也纷纷前来学习他们的经验，一时间正法之光从一村扩散到数十里外，令王舍城的许多民众也开始重视佛法的真意。
从那一日佛陀的开示开始，迦兰陀人明白了，信仰的核心不是他人说了什么，而是自己怎么去实践、观察、体验。佛陀说：汝当自照，汝灯自明，汝当自依，汝导自立，以法为依，不依他人。而今他们已不再是四处寻找答案的迷途之人，而是学会走在观察、分辨、实修的中道上，脚踏实地，心向光明。这便是佛陀最慈悲的教导，给予你一盏灯，照亮你自己的路，而不是替你走那条路。春去秋来，竹林精舍依旧宁静，风吹过竹叶，如法音低语，日日夜夜不曾止息。自那日佛陀向迦兰陀人开示以来，许多前来请法的信众都带着类似的问题：世尊，弟子应该信哪个法门？世尊，如何分辨谁是正法，谁是邪说？若每一派都说自己是对的，我们怎么知道谁说的是真的？这些问题不只属于迦兰陀人，也是千百年来所有修行人、所有善信者的共同困惑。正因如此，佛陀的开示不仅是针对当下的一群人，而是流传后世、影响深远的智慧法语。佛陀在开示中多次强调：我不叫人盲信，但也不叫人全然拒信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极深的佛法智慧。因为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往往容易走向两个极端：一是完全盲信，凡师父所说，皆不假思索；凡经文所记，皆当圣旨。此类人容易被利用，甚至被邪师所误导。二是完全否定，对一切宗教信仰教法采取冷眼与怀疑，认为世间无真理，皆为迷信。此类人则丧失了通往解脱之路的契机。佛陀告诫弟子们，应该行于中道之上，既不盲信也不惧信，而是以观察思维体验为本，学会以智慧去照见真理。正如杂阿含经中所说：若闻如是法，能令信者不增不减，则彼信心名为正信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信不是狂热的崇拜，而是一种理性的、稳定的建立于智慧与实践之上的信心。信仰佛法不在于是否天天诵经，不在于是否受持戒律的数目，而在于这份信仰是否真的让我们的心改变了，让我们的苦减少了，让我们变得更慈悲、更清明、更自在。佛陀说，凡是导向贪嗔痴之法，不论他披着什么名义，皆应远离；凡是导向离欲离恶、止苦断执的教法，皆应恭敬奉行，即使他未以佛名而传。这句话颠覆了许多人对正信的狭隘理解。佛陀不以教派之名来划分正邪，而以是否导向善果来辨别真伪。信仰若只建立在谁是佛门、哪个师父说的话最多的形式上，那只是依人不依法，唯有依法为依，才是真正走在解脱的路上。佛法与世间知识最大的不同在于，它不是只用来听来记的，而是必须亲身去行去验证的。正如佛陀所说，汝等应当如病人得良药，取而服之，若不服之，知其谓药又有何益？佛法如药，信仰如服药。你可以相信药有效，但若不实际服用，它便不会治病。修行也是如此，你可以相信佛陀智慧，但若不实际行善止恶、观心修定，那佛法就无法转化你的烦恼与苦。所以佛陀在教导弟子时，从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教法，而是说：来看吧。意思是，你来看看，你来试试，你亲自体验佛法是否真如我所说。这种态度是佛法最可贵的地方，它不是封闭的信仰体系，而是一条邀请你自己去体验的道路。当迦兰陀村的村民们学会了这样的关照与实践，他们的信仰也从依靠神明、依靠仪式、依靠师父转向了依靠内在的正念与智慧。佛陀说，若自觉不净，应勤修净业；若自觉心恶，应勤修善法。无需外求福报，福报皆从心起。这段话点出，信仰的根本不是向外追求庇佑，而是向内修正自己的心念。当你的心变得柔软，你的世界就会变得光明；当你的言行变得正直，你的生活自然平安。真正的佛弟子不是凡事都去问师父该怎么做，而是学会自己关照：我这样做
是出于贪，还是出于慈悲？是为了名利，还是为了利益众生？一旦有了这种自觉的能力，你便不再需要信谁，而是开始信自己的良知与觉性。信仰是觉醒的开始，不是依附的终点。回望整个故事，从一开始迦兰陀村的困惑，到佛陀的慈悲开示，再到村民们的实践与转变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重要的佛法核心：信仰不是要你放弃思考，而是要你用智慧去验证；信仰不是让你变得愚昧顺从，而是帮助你变得清明自在。佛陀不要求人信他，而是教人学会信法、信因果、信自己的心性能够改变。这是一种启发智慧、激发觉醒的信仰，不是控制，不是依附，更不是迷信。当你信的是能改变自己的力量，那就是正信；当你信的是能引导众生离苦的法，那就是佛法。从那一天起，迦兰陀村的信仰真正改变了。他们不再四处寻师，不再争论教派，而是日日自省，时时关心，步步修行。他们知道，真正的佛从来不住在庙堂，而住在每一颗愿意觉醒的心中。真正的信仰是用智慧走出的道路。那一日，佛陀在竹林精舍对迦兰陀人的开示，至今仍如一盏明灯，照亮无数寻道者的心。他没有让人盲目的跟随，也没有要人否定一切。佛陀只是用温柔坚定的声音告诉世人，不要急着信，也不要拒绝，不要因为名声权威经典就信，也不要因为别人都这么做就跟着做。你要用心观察，用智慧判断，用实践去验证，这才是你真正的信仰之路。这便是佛陀慈悲与智慧的伟大所在。他不要求人崇拜他，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觉醒，都能自己找到通往清净与解脱的道路。在这个资讯爆炸、言论混乱的时代，我们比过去更加需要这样的提醒。真理不是声音最大的一方，信仰不是跟着人多的那条路，而是那条能让你内心平静、远离贪嗔痴、活出慈悲与智慧的路。佛陀早已指出方向，但路仍要我们亲自走。信谁的法，不如问问自己，这个法是否让我变得更清明、更柔和、更有力量？真正的信仰不是依附，而是自主的选择。真正的信仰不是仰望某人，而是回到自己的内心，点亮自己的觉性。佛说：“自依止，法依止，不依他依。”这句话不只回答了迦兰陀人2000多年前的困惑，也同样是给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最宝贵的指引。信谁？信那让你走向光明的道路。跟谁？跟着能让你放下苦恼、修行善法的内在智慧。走到哪里？走到一个真正自由、慈悲、觉醒的自己。这就是佛法的真正意义，这也是一条值得我们一生修行的路。